还给我带来了一些泪沟、法令纹和黑眼圈。真真实实的在学习使用停车机、崩缝机、锁边机。然后这次有这档节目，我觉得我是天选之子。对于我来说，它解题没有那么难。我觉得他最爱的是带钻石的一些东西。对，使用缝纫机是我们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它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在做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更没有想到大家会去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学习一下，服装这一块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还带口音。什么时候结束啊？搜狐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进场吧兄弟的老大王博文。搜狐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进场吧兄弟的老二石明星。搜狐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进场吧兄弟的老三齐豫。搜狐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进场吧兄弟的老四何德瑞。搜狐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进场吧兄弟的老五任应鹏。搜狐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子浩，我在这里排行小6。Hello， 搜狐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进场吧兄弟的高远小高。搜狐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八，我叫金灿。搜狐时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进场吧兄弟小九李哲廷。来自娱乐圈不同领域的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进场？用一个词形容这段创业经历带给你们的改变。为以后的角色塑造有一段新的体验。是可能我的抗压能力变强了一点。重新熟悉了，货车司机，货车司机。哎呀，为什么要来这个节目？是因为对我来说，我自己人生的意义就是想要去体验不同的人生，想要有更多的经历，然后包括自己对服装也比较的感兴趣，所以想要来学习一下服装这一块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还带口音呢。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是一个认知吧，因为之前只是觉得这件衣服好不好穿、好不好看，以及舒服不舒服，在接触完之后会感受到关于服装里边更多的细节。我家是做生意的嘛，然后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想在这里面学习到一些做生意的谈判技巧啊、知识，就一件衣服到底应该怎么做，以及做生意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谈判，还给我带来了一些泪沟、法令纹和黑眼圈。我来这个节目就是想重新找到那种从零开始创业的感觉，确实如我所愿，我找到了那种就是年轻拼搏的感觉。然后尤其是和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真的挺有活力的，然后带给我的收获也很多。我觉得更多的是挑战啊。其实我之前只是卖衣服的，但我并不是很懂做衣服，而且每一个环节都会对这个服装的一个产业的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变化。通过这次进场跟兄弟们一起去创业，无论从商务角度还是从一个厂的这个发展角度来说的话，都对我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为什么来到这个节目？我从小就有2个心愿，一个是当老板，一个是当歌手。那我真的成为了歌手之后，发了专辑，我觉得我完成我的心愿了。然后这次有这档节目，我觉得我就是天选之子。然后我举双手双脚，就是强烈安利，让我一定要上这个节目。所以呢，我非常开心来到这里。但是我来到这里发现呢，其实不是说空喊口号，真正的实打实，真的我们去9个人从零开始创业，然后做衣服。我觉得这一路虽然有很多辛苦，但是我想说，真的不要总是空想，真的要去努力去实干，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也希望我可以梦想成真，真的也可以把品牌做好。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更希望我去经历很多事情，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然后这次创业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从中我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识，是在大学课堂里面学不到的。在海南合歌城倾力设计研发，你们对于所谓的时尚是否有了新的理解？能和我们谈谈什么是你们心中真正的时尚吗？我们做服装这个产业，做服装这个行业，是我们是去缔造时尚，而不是时尚等我们被发现。所以说，这是对我来说的一个对于时尚的理解的最大改变。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审美这种东西不分高低，然后时尚也不分高低贵贱。我觉得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赛道就好。我想就是做的衣服的话，首先自己要喜欢，因为我觉得自己喜欢了，心情好了，愉悦了，大家才会喜欢。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欢乐吧，快乐。
就是我做的衣服能给大家的快乐吗？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每天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我的话，其实时尚这个东西一直是我很不擅长的领域，在这个方面我也是极度不自信的。但经历过这段时间自己做衣服也好，你会感觉到，你把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感受大胆的去说出来，大胆的去表达出来，这可能就是时尚吧。一件衣服穿在你身上，能够给你自身提升一些信心，或者在某方面给到你自信，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时尚。我觉得时尚更多的是一种感觉吧。如果说是更多一个字的话，那就是时尚感。所以说也是不一定全部都是从衣服的款式、衣服的风格，还有他想要所递出的理念，而是我觉得要结合整体的东西，把你的感觉从里边给传达出来，这是我理解的一些时尚感。我觉得时尚这个词是无法被定义的，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就跟你穿什么款式的衣服，然后去穿什么鞋子，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做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就是时尚。今天你们兄弟团的看展穿搭有什么主题或者关联吗？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小巧思吗？那我们今天的穿搭呢，主要就是要重视这个场合。然后呢，因为大哥跟那个子浩他们两个从今天早上一直就在忙于我们这个展位的一个铺设呀，还有我们前期的一些工作啊，给我们兄弟了很多一些做别的工作的时间，所以还是非常感谢子浩跟大哥。然后他们的衣服呢就还在路上。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海宁的中国时装周呢都非常的重视，也希望在这里能够收获一个很好的成绩。因为之前也说过，我们9人9色，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我发现其实我们穿搭的风格还都不太一样，对，还真的不太一样。然后包括性格呀什么，大家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主要走的呢就是可爱童趣风，因为我是年龄最大的，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保持一个童心，然后这样我就可以年轻，不要跟他们有代沟。这就是我的一个穿搭。我觉得没有好坏之分吧，就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因为我是这里面年纪最小的，然后我想把自己打扮的成熟一点。谢谢，向大哥看齐。觉得每个人的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像比较有特点的就是九儿，他是稍微偏老前锋。体育厂长的他就也是比较多变吧，有时候会穿一些西装。我觉得他最爱的是带钻石的一些东西，对，对，他比较喜欢自己不灵不灵的感觉。然后大哥就是可爱。然后像我呢，就是喜欢一些，比如说像嘻哈风啊这些。然后我要全点完嘛，就是对，我是觉得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定义比较清晰，但是我觉得都是在突破的过程中。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风格吧，就是无法去定义，穿自己喜欢的款式，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就行了。在进展的兄弟进行初期宣传的时候，你们操作缝纫机的路透出圈，被人们调侃双关梗的同时，也有人质疑这是否在娱乐化工人群体。请问你们兄弟团可以在线回应舆论吗？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真真实实的在学习使用平车机、绷缝机、锁边机，背心到 T 恤，再到衬衫，可能到一些制服，还有一些裤子、牛仔裤或者西裤，我们都是自己亲自去完成的，真实的在学习，真实的在制造。就是大家可能会说啊，我们就是又不会一直在这个使用缝纫机，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使用这个缝纫机，然后是拍出来给大家看？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到这个工序，需要了解到每一步每一个点的怎么样去制作成一个衣服，在后期我们去制作这样的品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这个问题的这个方向是哪里，我们才可以去在整个企业当中去规划好那一部分。然后把这一部分的质检啊也好，然后还有质量也好，把握到最高点，也跟九金制的这个品牌有关系。九金制就是有一种数学的严谨性，我们希望我们从头去了解它。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在做事。这个使用缝纫机是我们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它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们在做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更没有想到大家会去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正因为我们接触了一线的缝纫机的工人们，其实我们的辛苦程度比起他们的日常工作可能不足110这种感觉，更多的人去关注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更好。所以我们觉得做的这个事情还是有意义的。我觉得有关注度是好事儿吧，经历的这些困难以及我们克服困难的过程和精神，能够让更多的人勇敢的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吧。其实我们就是真正的在学习这些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裁片裁了9个小时，
贴钻贴了整整1页，学使用缝纫机，一点点去踩这个线。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中能够感受到我们是真的非常用心去做这件事情的。人生短短3万天，就做自己。其余你是参加过深入人心的知名歌手与音乐剧演员，为什么会下定决心召集兄弟团来进厂打工？是什么契机让你成为兄弟团的厂长？跟这个节目的出品人、投资人一起去聊的时候，然后他会发现说，一个歌手居然还会真的在创业。我就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他会觉得，哎，那真是你们这个年轻人，如果说都来创业，能够这个做一档综艺，把你们真实的创业情况展现给大家，那未尝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现在本身我们的这个政策就是要推崇着所有的年轻人要积极创业，要勇敢创业，敢于创业。希望就是这个档综艺能够通过平台，通过大家的关注度，能够影响到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刚毕业的学生也好，开拓一个新的思路。其实这个厂长的位置也是我进厂之后比较紧张的点，就是我该如何让兄弟们去看待我这个厂长的身份？因为兄弟们都很优秀，这个身份会更激励我去做事情更严谨要学的东西更多，要做的事情更多要担当的责任更多。所以说我会继续努力。作为最强大脑综艺的获奖者，毕业于中科大的天才少年，你在兄弟团中负责供应链的谈判与议价。相比起你以前解过的奥赛题目，你认为哪个更难一些？你在创业中有什么无措的瞬间可以分享一下吗？那肯定是创业难。对于我来说，它解题没有那么难。其实解题它是有固定的答案的，但是创业来说，它永远没有固定的答案。遇到了困境，遇到了困难，你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你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解决方法是更好的，只是说把这个难关逐渐度过去，不断的去调整方向。这是我觉得比起做题来说，肯定是创业对人的全面性要求啊、思维度啊要求的更高。创业过程中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有来自于经营状况的，来自于前景的，来自于一些风险的，各种各样的压力汇合在一起。在你在做事的时候，有可能你注意不到，但是有的时候你静下来的时候，这些压力它难免会笼罩在你身边。那我觉得创业的过程中也是磨练心性的一个过程，怎么去解决这些压力，怎么去让自己以一个更好的状态，让这些情绪不影响你的工作，我觉得是创业过程中最需要修炼的一环。真实的进厂生活与你一开始所想象的有什么不同吗？你是如何应对一开始产生的不适应感的？你在创业中有什么无措的瞬间可以分享一下吗？因为我其实来之前的话，节目组有问我，就是说你幻想的厂里应该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它是一个时尚类的节目嘛，我当时想的说有可能会有别墅，然后每个房间是有主题房的，可能我是可爱风，它是牛仔风等等，就是我想的还是环境挺好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么真实的创业，就是没有启动资金，然后从零开始，然后确实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也让我回到了我小的时候打乒乓球是集体生活，然后大家一起一个团队，然后一起奔着一个目标去冲，也让我觉得我找到了当时我少年追梦的那个自己。如果在兄弟团里要给自己颁发一张奖状，你会给自己颁发什么奖状呢？你有什么想给其他兄弟颁发的奖状吗？外出全勤奖。我们厂有一辆货车，它是手动挡的，我比较熟练嘛，就是如果说一旦我们要使用到那辆车的话，就是我跟兄弟们一起去跑外面的一些业务，对，给大家一起发一个就是兄弟齐心嘛，给大家发一个齐心协力奖，因为不管我们中间有多少的摩擦，但是到现在我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去努力，我觉得就是兄弟齐心奖。作为曾经的偶像练习生，对于你来说，连续踩3小时缝纫机和练习唱跳哪个更辛苦？他们分别带给你怎样的体验？其实我觉得2个事情都不太容易，因为2个行业都是特别卷，且需要学习的东西都非常的多。我尽量把进场还有我去准备舞台这2件事情用同一种心态去对待。然后现在我觉得在做服装行业的话，也是另外一个展现我自己的一个舞台，所以说我会尽力在进厂吧兄弟里边也是努力去做好。在进厂打工的过程中，你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兄弟团又是如何帮助你应对这个困难的？出去拍戏，然后落下了一些基础知识类的东西吧。比如说我当时刚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学完了缝纫机啊、锁边今天怎么用了，然后我还完全不会，然后我就赶紧跟着任一鹏去学了一下。对，这是遇到最大的困难吧。然后还有一些困难，可能就是因为之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创业这个东西吧，然后要
从零开始去学习整一个创业的流程是怎么样子的。对，在工厂工人们一起共事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成长与转变吗？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吗？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中改变就是我以前是一个特别爱讨巧、特别爱找那种捷径走的人，然后就经历了各种创业路程，发现有些勤恳的那种品质还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希望你的进厂创业之旅能够给年轻人带来对制造业的什么认识？在从中我学习了和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然后这档节目也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然后他会把这些经历，然后这些过程，然后记录下来，给年轻人带来了什么？请关注吧，进场吧，兄弟。可以和我们分享你在创业过程中最骄傲的一项成就或者创新吗？你觉得你的创业之旅在什么方面改变了你？靠自己的推销或者营销手段也好，卖出去了几件产品，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对，然后还做出了特别喜欢的一个衣服吧，包括一个套装。首先我增加了一个自己的人生经历，然后也会让我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听说你们今天接到了订单，此刻有什么感受？其实今天特别开心，因为今天接触到的真的是就是各个的买手店的老板，或者是有一些批发商，他们真的是来看一些有没有自己喜欢回去可以卖得出去的。所以今天通过这次我们的这个展销会，发现了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之前可能都没有想到过的问题。他问到我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我会很慌乱，自己感觉在里面能做很多总结。比如说他说这个肩我做了30多年了，如果你有一个支撑，它肯定型会更好。还有提帽子建议的，说一般做这个印花之后都会有一个坑，很多很好的品牌都有这个问题，你们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那可能真的能做到中国行业里就是帽子的一个顶尖。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给的意见非常真诚，而且子浩记了很多，然后我们觉得受益匪浅，然后我们肯定会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然后我们在做成品的时候会在每一个细节都把控好，真正的做到我们九金制想传达的理念，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品牌。心无分离，万象共生，进场吧，兄弟，加油！